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猪废皮。今天比特币血洗市场竟然破防了，跌破5万美元。比特币从昨晚10点左右，从6万美元水平开始不断下杀，在过去6小时内，比特币 BTC 一度插针48934美元，以太坊 ETH 更惨，一度下杀2084美元。今年最低点为1月3日的2051美元，单日跌幅超过20%，相较历史高点4092美元接近腰斩。全网近24小时爆仓12亿美元。根据 CoinGlass 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加密货币全网爆仓金额已超12亿美元，其中多单爆仓10亿美元，空单爆仓2.3亿美元，共有323330人遭到清算。剧烈波动下，加密货币总市值也跌破2兆美元，目前报1.91兆美元，24小时内跌幅超过11%。对此，数位资产管理公司 Arca 的资讯长 Jeff Dorman 分析了加密货币市场暴跌的6大原因。1、总体经济宏观讯号显示，8月2号周五有明显的短期卖出讯号。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下跌了40个基点，油价大跌，股市持续下跌，象征市场恐慌程度的 VIX 指数周五上涨了25%。但长期来看 ，VIX 指数预计会回落，联准会将在9月降息，而且今年还是选举年。这里给各位补充一下 ，VIX 指数是反映市场对未来股市的担忧程度。投资人通常将 VIX 指数视为反向指标，在市场大跌期间会向上飙升，然后随着股市复苏而滑落，长期平均水平为19.5点左右。第二，Jump Trading 的抛售 ，BitMEX 交易所创办人 Arthur Hayes 今日5号在社交平台 X 上突然发文表示，其通过传统金融圈的消息人士得知，币圈某个大咖倒台了，并正在出售其所有的加密货币。我的传统金融圈朋友告诉我，某个大咖倒下了，并且正在出售其所有的加密货币。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我也不会透露其姓名。但如果你听到同样的消息，请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社群传 Arthur Hayes 口中大咖为 Jump Crypto。对于 Arthur Hayes 的消息，社群成员目前普遍猜测这一大咖应是华尔街交易巨头 Jump Trading 旗下的加密货币部门，同时也是币圈知名造市商的 Jump Crypto。至于原因，其一是由于链上数据分析师于静在昨日4号就曾发推指出， Jump Trading 近期正在将一笔价值4.1亿美元的 DAST ETH 分批赎回成 ETH， 然后转进币安与 OX 等交易所，表明他们可能正在抛售大量以太坊。另一方面，早在6月20日，外媒 Fortune 就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正在调查 Jump Crypto 的加密货币业务，包括其交易和投资活动。社群也猜测 Jump Trading 目前是否也面临严峻的监管合规问题。不过目前 Jump Trading 和 Jump Crypto 均未对此做出任何说明，具体原因还有待继续观察。Jump Trading 可能在抛售之前已经买入了看跌期权，超过90%的 ETH 正在交易所出售。目前他们钱包中的5.5亿美元中有5.1亿美元是稳定币。有趣的是，他们将稳定币转回自己的钱包，而不是在交易所直接兑现。值得一提 ，Jump Trading 抛售有3个可能的原因：一、他们正在撤资或被联准会及监管机构迫使出售；二、担心明天会出现类似黑色星期一的大规模股市抛售，因此对今天的差列流动性并不在乎；三、他们可能在追寻止损点或者拥有看跌期权，接着继续刚刚的市场暴跌原因。三、ETF 资金流动，不幸的是，市场在这方面没有太大优势，今年将受到这些资金流动的影响。比特币在周五的净流出达2.37亿美元，而以太坊的资金流动则保持中立。虽然新的 ETF 在短期内对加密货币市场造成了一定打击，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必须面对的挑战。四、美国总统大选，贺锦丽在民调中对川普的支持率上升，这对加密货币市场不利。尽管民主党对加密货币的敌意较小，但整体股市和加密市场更倾向于支持川普获胜。五、中东局势紧张，从长期来看，这并不重要，因为它从未真正影响过市场。只有短期操作的宏观交易员会关注这类消息，而且油价对此并未做出明显反应。六、供应面。Mt. Gox 的资金分配基本完成，现在轮到 Genesis 进行 ETH、BTC 和 SOL 的分配，灰度的卖压似乎有所减轻，而 FTX 的现金分配也即将到来。以上是 Jeff Dorman 分析加密货币市场暴跌的6大原因。Dorman 表示，
目前似乎更值得买入，而不是卖出。自3月13日的高点以来，许多代币已经从高点下跌了50%到75%，而大多数代币今年至今都是负值。但如果你曾经看好市场，现在仍应保持乐观。最后来分享一下小猪个人的想法，也就是我们在市场中永远不要猜方向，毕竟我们永远不知道底在哪里。也提醒大家不要跟着消息面去投资，因为消息是配合着机构所想要的方向放出。他们如果这阵子想拉低价格，就会把各项数据解读成坏消息面。相反的，如果机构想拉高价格，那就会释放好消息。所以不管本金多大多小，把自己手上的现金分配成越多单购买越好。最像赌博的状况就是 all in 拼胜算，这样不是死就是活。我们不要跟人家拼死活，因为我们拼不了大户。把现金分越多笔金额去买卖，才不至于低点时再也没钱购买，也不用担心手头上没有现金可以使用。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喜欢请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吧，谢谢大家。